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超级柔软、味道醇厚、单吃都非常好吃的日式生吐司。这个配方我们采用烫种法来制作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选用日式的高筋面粉，它一般研磨更加细腻，做出的吐司组织和口感都很不错。加入少许糖拌匀之后，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。黄油软化到这种比较软的状态，才容易与面粉混合均匀。倒入刚烧开的沸水75克，直接冲入面粉，然后用筷子或者打蛋器快速搅拌混合均匀。如果制作量比较大的烫种，可以用厨师机来操作，这样烫得更均匀。烫种法和我们熟悉的汤种法原理类似，都是通过热水来让面粉中的淀粉糊化，在不让面团更黏的条件下，让面粉吸收更多的水分，达到让吐司超级柔软的效果。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到冰箱冷藏3小时以上，或者隔夜冷藏。下面我们来制作煮面团。烫种需要冷却到用手摸上去是冰凉的感觉再使用，如果烫种不够冰，会造成面团温度过高。搅拌盆中加入高筋面粉，如果没有厨师机，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进行手揉操作。加入全部做好的烫种，糖、奶粉，想要生吐司味道醇厚有奶香味，奶粉最好不要省略。耐高糖酵母，如果你住国外，用即发干酵母也是可以的，如果是用国产的安琪酵母，一定要用耐高糖的才可以。加入盐，盐在面包面团中可以起到增强面筋结构的作用。牛奶用冰的可以降低面团的起始温度，以免揉面之后面温过高。还有淡奶油，可以让吐司更加柔软更香。每款厨师机揉面的档位和速度都不相同，我这个机器用的是3档揉面，至于揉多久则要由面团的状态来判断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所以如果面团揉了半天还是过分湿黏，可以酌情加一点面粉。撕下一小块面团抻开来看一下，能够抻出这种厚膜的时候，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了。继续揉面，你可以每隔3分钟停下来检查一下面团的状态，以免揉过头。如果室温比较高，面团温度过高，可以中间停下，把面团拿到冰箱去降降温，再继续揉。我们要把面团揉到这种能够拉出不易破裂、透光的薄膜，捅破薄膜，破洞的边缘是非常光滑的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手套膜了，也叫做完全扩展阶段。揉好的面团测试一下中心温度，要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。如果面团温度过高，会影响吐司发酵，那么即便你已经揉出了手套膜，最后的成品还是可能组织粗糙不拉丝。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要把面团揉过头，我们用一只手是可以把面团从盆中一整个提起来的，如果提不起或者会断裂，那么面团已经揉过头了，揉过头的面团就没有办法补救了。把面团像这样向后抻，整理成一个光滑的圆球。发酵我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盆，容积大约是这个面团的2倍。那么当这个面团发到基本填满这个碗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直观的知道它已经长到了2倍大了，不容易出现发酵不足或者发酵过度的情况。把面团盖好，放在室温发酵到2倍大，具体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室温，室温越高，所需的发酵时间越短，反之则越长。但是发酵温度不要过高，最好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，否则也会影响最终成品的效果。24摄氏度室温下，我大约发酵了1个半小时。用手指沾点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是不会回缩的。如果塌掉了，则是面团发过头了。案板上撒薄薄的一层面粉防粘，整形时撒的面粉尽量要少，避免引入过多干粉。不用揉面，用手轻轻按压排去大气泡即可。然后把面团平均分成2份，最好拿厨房秤称量一下重量。把面团光滑的一面朝下，向中间折叠成圆形，然后翻过来，向自己的身体方向收，把它滚圆滚光滑。盖好，中间发酵20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面筋松弛，
让后续的整形更容易。面团表面微微的撒一点面粉防粘，光面朝上，用擀面杖擀开，大约25厘米长，然后翻面，稍微抻成长方形，再稍微擀一下，底边捏薄，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接口处捏合一下，盖好，再次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后，光面朝上放，底下可以撒薄薄的一层面粉防粘，擀长至25厘米左右，翻过来，这时光面就朝下了，底边捏薄，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顺势卷就可以了，接口处捏合。经过2次擀卷的吐司，组织更加均匀细腻。我这里用的是低糖吐司盒，它通体是黑色的，更吸热，所以烘烤时间会更短。用普通吐司盒也是可以的。把吐司放进去，我一般会注意一下卷的方向，让它们保持一致，这样发酵更均匀，成品更好看。把吐司盒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发酵，可以放到微波炉或者烤箱这种密闭的地方，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来增加温度和湿度。最后发酵的最适宜温度是36到38摄氏度，湿度在80%左右。如果温度过低，发酵时间就会比较长，而湿度不够，表面则会干掉。在面包快发好之前，提前20分钟左右预热烤箱，根据吐司盒类型，参考屏幕上的温度进行预热。当吐司最高点距离吐司盒边缘还有5毫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放在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央，具体放在哪一层，根据自己的烤箱进行选择，只要吐司处于烤箱的中心位置就可以了。参考屏幕上的温度和时间，不同吐司盒温度和时间会不同，具体时间和温度还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进行调整。吐司出炉后，在桌子上震2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然后转移到网架上，正面朝上晾凉即可。晾凉的过程也是吐司制作的一部分，必不可少。晾凉之后，表面和两边都会出现皱皮和些许凹陷，这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实在太软了。它之所以叫做生吐司，就是因为它什么也不用搭配，单独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。嚼在嘴里，细细品味它醇厚的奶香味儿，还有麦香味儿。生吐司因为特别软，其实不太适合切片，直接手撕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切片的话，需要把它冻硬，再用一把好用的面包刀来切，才能切出漂亮的切面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投币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